在下万宝楼主顾凡，于此恭贺诸位取得拍卖资格。穿越此方世界，身负圣体，却遭大魏皇室忌惮。不知谁救我于屠刀之下，送入顾家，步入修炼之途，却因所谓天赋，沦为弃子，流放至广阳小城。恭喜宿主激活拍卖万倍返还系统，幸得系统傍身，经手拍卖之物，可获数10倍，乃至万倍返还。至此，拍卖开始。恭喜您拍得2品丹药洗髓丹，成交价5万灵石。恭喜您拍卖成功，开启万倍暴击返还。恭喜您获得7品丹药造化金丹。觉醒弑神圣体，修为突破，炼气7重，炼气9重，筑基7重，结丹。很好，弑神圣体反噬多年，如今这7品丹药可解燃眉之急。短短数息，我竟连破4境。有这也配叫万宝楼？看来什么臭鱼烂虾都能举办拍卖会了。就是，什么破地方，再不端上好货，让大人满意，我们可就要砸了这破地方。难道说顾楼主难以胜任紫薇？王家管事言语虽无礼，却不无道理。莫非真是失了家族庇护，拿不出好东西了？是谁胆敢在我万宝楼撒野？这薇娅，她真的是宗家弃子？难道我们都看走眼了？就算他有此威压，也不过是个炼气期的弃子。什么？有人来我万宝楼捣乱？顾楼主，并非捣乱，只是首拍竟以2品丹药开场，实在难看。难道说顾楼主难以胜任紫薇？王家管事言语虽无礼，却不无道理。莫非真是失了家族庇护，拿不出好东西了？广阳城物资岂能与中州相比？2品丹药已是珍品，何况王家主困于筑基圆满多年，当真连2品丹药都瞧不上了？各位评评理，顾家招牌就值这个？小小王家管事竟敢妄议顾家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看来王管事是嫌货差，说我拿出珍宝，只怕你王家买不起，更不敢买。哼，你尽管拿，倾家荡产我也要买。好。货就在这儿，你王家出得起价吗？地阶功法，这可是顾家不传之秘，谁敢买？数十怪劫下来，这是灭族之祸。有人敢出价吗？开业仓促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为表歉意，今日所有成交拍品的抽成费用，万宝楼分文不取，全当与诸位结个善缘。然规矩不可废。王家管事王权先前对顾家出言不逊，于万宝楼公然挑衅，损我清誉，定当惩治。顾楼主，顾公子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是小的猪油蒙了心，求您高抬贵手啊！顾凡竟直接废了他的经脉，就是王家挑衅在先。清雪，准备下一场拍卖会，就定在明日午时。
你亲自去。明日，少爷是否太过仓促？我们的库存……哎呀，楼主，老奴多嘴。今日您虽立了威，却也着实得罪了王家。此时楼中储备空虚，若仓促再开拍卖，恐怕非但不能挽回声势，反会损了万宝楼与顾家的口碑，得不偿失啊！库存之事，我自有计较。楼主，顾家的声名可不能折损在一时意气之下。我奉命协助楼主打理此楼，不能眼看楼主行差踏错。好，以管家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自然是从长计议，稳妥为上。至少也得等老奴向宗家请示，调拨些真正的好东西。不必了，我意已决，明日照常。好，好，楼主一意孤行，若将来声名扫地，累及顾家，可莫怪老奴未曾提醒。顾家的声名绝不能坏在你手里。嘿。少爷，这牛管家愈发无礼，为何不加以惩戒？这家伙背后有人。呸！一个被家族流放的弃子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大少爷，那顾凡今日不仅擅自拿出家族功法虚张声势，明日还要强行再开拍卖，小人实在拦他不住啊！让他折腾，等他颜面死地，足够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你必要时再添把火。小人定让他好好出一次风头。这便是万宝楼的珍藏，除了那3品丹药，余下之物恐怕难以入眼了。库存如此，若楼主不满意，可自寻拍品。牛管家，可别忘了你的身份。哎呦，严重了，老奴可不敢。就算您是被贬的废物，抱歉，老奴不该提这个的。江雪，不必与此人一番见识。拍卖即将举行，念在你侍奉顾家多年，我准备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必了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少爷，这些拍品确实难以撑起拍卖会。少爷，此乃4品灵器，您倘若不嫌……不必了，清雪，这是你家传之物。可是……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少爷，这广阳城的大人物都到了，相关事宜已安排妥当。楼主，莫怪老奴多嘴，可这3大家主旗帜，若是让他们知晓这拍品都是低端货，恐怕……你若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老奴哪儿敢背后做小动作？你可别胡乱污蔑，让我背了黑锅。老东西，够了，清雪，开始吧。这小子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嘿，那我今天就等你丢个大脸。第1件拍品，3品醒神丹。昨日2品，今日3品，顾家果然有底蕴。开场便是3品，排场大吉了。朝中后辈，顾家势在必得。各位可以开始出价了。蠢货果然中计了，但此物勾起他们期盼。我看你怎么用后面那些垃圾收场。30万。 30万第1次，
第二次、第三次成交，恭喜护家主。护家主，别太得意，后面的拍品想必不比第一件差。都在计划之中，接下来看你怎么收场。接下来第二件拍品，一品百年人参一株。什么？一品？一株人参，怎敢端上来的？顾楼主，我们需要一个解释。万宝楼的规矩不同于其他，请继续。顾楼主，我们恐怕需要一个解释。是啊，3品之后竟是1品。是啊，顾少爷，会不会是您搞错了呀？无妨，继续。来都来了，继续吧。既然顾楼主这么有把握，我陈玄安也不驳您面子。拍卖继续，起拍价10枚灵石。30、50、 50枚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成交，恭喜陈家主。第三件拍品，一品寒铁刀。就这呀？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呢。一品寒铁刀，拍卖开始。清雪小姐，万宝楼是在捉弄我。这一品寒铁刀，我家可多的是啊！这怎能够格作为拍品？各位稍安勿躁，万宝楼定不会让各位失望。苟家和护家的人都没走，难不成真有好东但西？陈家、护家的人都还在，肯定有好货。他们都没走，我更不能走了。 20、 30、 45。恭喜宿主拍卖成功，100倍返还中，获得4品玄刀冰魄斩。什么意思啊？结束还是继续？结束还是？就这么把我们晾着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抱歉，抱歉，顾少爷年纪轻轻，不识大体。牛管家，你怎能如此厚颜无耻？老奴实话实说。清雪，我来。抱歉，清雪让您丢人了。无妨，你做得很好。顾少爷，老奴知道您倔，可不能倔成这样啊！您看，这广阳城的大人物都在这儿呢，您今天这一出，可算折了别人的面子。是啊，顾楼主，您今天到底是何意？或许您得给一个解释。拍卖是你情我愿，不愿继续的，现在就可离场。但我保证，此刻离开便失去了拍得好物的机会。好物，少爷，您别扯谎了。好物，看在顾少爷的面上，在下愿等到最后。顾楼主，让我们开开眼吧。这不可能！这是结丹气息。4阶法器！压轴法器，4品冰魄斩。
冰破斩，极寒属性的攻击型法器，此物可为我陈家传承之宝。好刀！若能得此神兵，我护家战力至少提升30%。压轴之物已现，名冰破斩，4品初阶，附极寒之力，起拍价50万下品灵石。顾楼主果真深藏不露，我陈家出60万，65万，哼，70万，75万，80万，85万。狗家主出价9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120万。陈家主，好气魄，我护家放弃。120万第一次，第2次，第3次成交。恭喜陈玄安家主拍得4品法器冰破斩。多谢顾楼主成全。陈老哥，恭喜恭喜，得了件镇族之宝啊！谁能想到万宝楼竟能拿出4品法器，顾家底蕴当真深不可测。不，或许是这位顾凡楼主深不可测。随手拿出地级功法，又抛出4品法器，他手中究竟还有多少惊喜？楼主，老奴知错了，求您看在老奴侍奉多年的份上，饶了我这回吧。从今往后，老奴愿做牛做马，那背后之人，老奴也可以告诉您，只求您给条活路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不止1次。属鸡圆满，你隐藏了修为。跑，往哪儿跑？顾凡，我给过你机会低头，可你不识抬举。非要逞能，打乱大少爷的计划，逼得老夫不得不提前暴露。你以为老夫真怕你？现在好了，杀了你，夺了你的机缘，献给大少爷，保我后半生荣华富贵。少爷，快走！走，晚了，这内廊已被我灵力隔绝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是结丹修士？是你逼我的！这是大少爷赐下的吸魂骨锥，就算你真是结丹，也抵抗不住。给我死吧！少爷！顾凡，哈哈哈哈！
你终究还是中了。这毒专食神魂，金丹修士也难抵挡。你等着修为溃散吧。少爷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毒岂是寻常解毒丹能解的？啊！不，结丹圆满，你怎么可能没事还突破了？多谢你的毒，若非这至阴至寒的气魂之力，我也无法这么快炼化那株四品玄阳运神参的药力。恭喜宿主成功卖出1品百年人参，万倍暴击返还启动。恭喜宿主获得4品玄阳运神参。至阴引动至阳，你这毒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楼主饶命，小人愿意做您的狗。牛泉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怎么，处理个废物也需这么久？顾勇，顾凡，是你？牛泉呢？你的狗不太懂事，我替你清理了。不止，你的噬魂骨锥味道不错，下次可以多送点来。哼，我倒是小瞧了你，敢杀我的人。顾凡，你找死！顾勇。这笔账我记下了，广阳城只是开始。少爷，他定然不会善不甘休。无妨，清理门户，先从楼内开始。顾凡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清雪，你来了。你看这广阳城修士最缺什么？缺高阶功法和丹药。不，是公道，便是我们立足的根本。一城抽城就是最大的公道。我要让广阳城乃至周边地域的修士都明白。是，清雪明白了。自下次拍卖会起，即拍抽成，万宝楼仅取1成。别的拍卖行我没看错吧？他们1成。岂不是说带100块灵石的东西，我们能多落袋10几20块？水师姐，这万宝楼似乎就是前2日城中传得沸沸扬扬1成抽成，倒是有些魄力。拍出4品法器的那家新拍卖行。走，师姐，宗门交给咱们的任务是在仿世击拍一件法器，我觉得万宝楼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万宝楼能拿出4品法器作为压轴，说明他们背后有大势力支持。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他们的底蕴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少爷，您真是神了！城中不少散修、小家族，甚至一些平时藏着掖着的货郎，都闻讯赶来咨询击拍事宜。意料之中，利益所趋，人心所向。既已起事，便须稳固。清雪，去准备吧，今晚的拍卖会照常举行。是，清雪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，定让今晚的拍卖轰动全城。
要议程。一群废物！顾凡这个被顾家踢出来的小畜生，他是疯了吗？这是要砸了所有人的饭碗。2成半的抽税方有今日，他倒好，一来就直接砍到1成。长此以往，谁还来我王家拍卖行？家主心那吴凡毕竟是皇城顾家出身，这是我大钱的规矩，也是我王振岳的立足之地。哼哼，王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宾客在万宝楼买了东西，出门就遭劫，1次2次，或许还能说是意外，次数多了，谁还敢去他那里买卖？名声臭了，抽成再低又有何用？去挑选一些生面孔的好手。是。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这万宝楼人气越来越旺了。是啊，抽成低，听说今日又收了不少好东西。不行了。接下来是一块深海沉银，3品顶级灵矿，起拍价8000下品灵石。且慢，这位贵客不知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只是有些疑惑。我听闻万宝楼名声，将一件珍品交于贵楼寄拍，看中的便是贵楼前次能拿出4品法器的底气。然而今夜拍卖已过半程，所见最高不过3品，莫非贵楼上次的4品法器只是昙花一现？陈家主，你怎么看？这位沈仙子，怕不是单纯之意，似有试探之意。万宝楼立足广阳，诚信为本，前次4品法器绝非侥幸，压轴之物自然会在最后呈现，绝不会令贵客失望。好戏总在后头。若贵楼最后的压轴之物仍不堪入眼，那便莫怪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就是。拍卖自有规矩，哪有中途逼迫的道理？流云银纹，这是青云宗的标识。陈家主，你认得他们？若我没看错，这几位是青云宗的高苏。这位青云宗的仙子，若觉得不合心意，现在便可取回祭牌之物，离开便是。我万宝楼绝不强留。顾楼主，这是要赶我青云宗走？非也，只是提醒仙子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但若想以势压人，坏了拍卖的规矩，那恐怕找错了地方。
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是没变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笑了？你还是这般不肯低头，半步不退。一别数年，沈师姐风采更胜往期，只是这试探人的方式还是这么直来直去。不直来直去，怎能试出你这万宝楼主是否还是当年那个宁折不弯的顾凡？听见没？沈师姐，顾楼主叫她师姐，他们以前认识啊，怪不得，原来是旧相识。皇城顾家还有青云宗弟子，这顾楼主不简单啊！哼，既然是旧时重逢，不妨私下叙旧。这拍卖会还开不开了？莫要耽误大家时间。让诸位久等了，接下来便是今日的压轴。这件拍品起拍价为……等等！哼！诸位，我们花时间临时来此，是冲着宝物来的，不是看人叙旧的。若拿不出真东西，趁早散场，别浪费大家功夫。我看这万宝楼也不过是徒有虚名，低劣不堪。看来，王家对我万宝阁的货品颇有威严。我看这万宝楼是怕了我王家不成？我看这万宝楼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。王家主对我万宝楼似乎有些微词。那又如何？王掌柜敢不敢打个赌？就赌这压轴之物是否当得起珍宝二字？好，若不值一提，万宝楼就此关闭。反之，便请王家主事之人上台奉茶致歉。关闭万宝楼，顾楼主这赌注下的也太大了。这要是输了，王家在广阳城可就颜面扫地了。万宝楼近期入库的祭拍品中，绝无超过4品的宝物，他定是在虚张声势，想吓退我。富贵险中求，这赌注得再加码。好，顾楼主有胆色，这赌约我王家接了。若你压轴之物当真担得起珍宝二字，令我王家心服口服，我王家在广阳城的全部产业、宅定库存，尽数归你顾凡所有。全部家产？王家这是疯了吗？天啊，这赌的也太大了。反之，若你拿不出你顾凡在广阳城的一切，就都归我王家，如何？敢是不敢？可以，就依你所言，在场诸位皆为见证。好，顾楼主痛快，那就请亮出你的珍宝吧，让大家开开眼。不急，拍卖自有流程，压轴之物自然最后登场。在此之前，拍卖继续。接下来这件拍品，3品上阶防御法器玄龟重铠，起拍价3万下品灵石。3品铠甲，好货到底在哪儿？莫不是拖延时间？聒噪！何时轮到你这等仆夜屡次三番喧哗质疑？若再扰乱秩序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哼，仗着宗门势力，我看你们能拿出什么？王管事稍安勿躁，下一件拍品便是今日压轴。至于这件玄龟重铠，5万灵石，5万灵石1次，5万灵石2次，5万灵石3次，成交。此物乃我万宝楼今日压轴之宝，亦是
与王家赌约之证。这灵压，这气息，无品，不可能！五品，五品秘宝，五品，100万！5品秘宝，怎么可能？王管事，此物可还入得了眼？可还担得起珍宝2字？你我之间的赌约，结果已赢。不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这不可能！广阳城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出现5品秘宝？一定是幻术！是你顾凡用了什么见不得的手段伪造的？我不信，王家绝不认这个赌约。对，一定是幻术！大家不要被他骗了！放肆！5品灵宝的威压与道韵，岂是幻术所能模仿？我青云宗门人还分辨不出真假？你王家输不起，想要赖账，再敢胡言乱语，污蔑顾楼主，休怪我手中长剑不讲情面。我等皆在座亲耳听闻，自愿为证。5品灵宝现世，举世罕见，王家当履行诺言。王管事，认赌服输嘛。王家不会真想耍赖吧？王管事还是想想怎么和你家主解释吧。是啊，王家不能赖账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不，等拍卖结束，有人就会动手。我王家认输，赌约照办。你等着，到时候宾客被抢，万宝楼名声扫地，看你还怎么在广阳城立足。5品防御秘宝不灭金黄甲，起拍价100万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，请出价。150万，200万，500万。成交！恭喜青云宗沈仙子拍得5品秘宝不灭金黄甲。青云宗是剑修宗门，此甲属性与剑修并非绝配。沈师姐，这是何意？此甲虽好，但与我所修剑道并非绝配。你如今身处漩涡，强敌环伺，顾家内部也有人欲对你不利，他在你身上比在我这里更有用。顾凡，收下，保护好自己。广阳城的水比你想象的更深，我青云宗在此地尚有要事，不会久留，你万事小心。清雪，安排人手清点楼内，准备接收王家产业之事。另外，加强今夜楼外的巡视。我总觉得不会这么平静。是，少爷。找死！结阵，护住伤员。怎么会有劫匪呢？这怎么办？不简单，全是硬茬。少爷，劫匪中有筑基修士，陈家主他们怕是抵挡不住，我们是否……不急，让他们再活动活动筋骨，正好看看是谁在背后伸爪子。筑基中期，知道就好，乖乖把东西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
顾楼主，这多谢楼主援手，楼主修为深不可测。谁派你来的？王家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说说吧。要杀便杀，休想从我口中！我有的是时间和方法。是谁派你袭杀宾客，嫁祸万宝楼？是王贵联系的，但令牌是上峰给的。上峰？哪个上峰？圣天。圣天。少爷小心！少爷，这是灭口禁制，好狠辣的手段。圣天，皇城顾家似乎与圣天宗有着联系，难不成圣天宗中土绝顶宗门，也是当年那件事的始作俑者？圣天宗顾家。顾楼主，王家认栽，所有产业账册、库房钥匙均已备齐，请楼主查验接收。王某绝无二话。带路。请。顾楼主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如此顺从，是自知无力为天，还是以退为进，另有所图？少爷，都是些寻常金银和低价材料，并无特别之处。但我总觉得王家这密室没那么简单。这印记是顾家。少爷，若顾家内部也有人与圣天宗勾结，那王城岂不是龙潭虎穴？我们还要回去吗？正因为是龙潭虎穴，才更要回去。有些账，总要清算。有客人来了。沈师姐，去而复返，可是有要事？顾凡，我此次回来，并非仅仅叙旧，赠甲之举，一是念及旧义，助你防身；二来也是一次试探。我青云宗近日查探到一个名为圣天宗的神秘组织，其势力在广阳城周边异常活跃，他们行事诡异，手段狠辣。似乎在搜寻什么。圣天宗？他们搜寻何物？与一种传说中的古老体质有关。据宗门古籍零星记载，此体质名为弑神圣体。此体质传闻拥有吞噬天地、逆天改命之能，故为天地所忌，
也为某些势力所觊觎，圣天宗便是其一。沈师姐为何告知我这些？你要小心，此乃我青云宗的剑鸣符，若与不可抗之威捏碎它，只要在同一位面，我宗高手便能有所感应，或可前来相助。不凡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万事务必小心。看来师姐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只为一事。广阳城需要一个新的秩序。王家已成过往，从今日起，广阳城当以万宝楼为首。我欲成立万宝盟，整合城中资源，共谋发展。库楼主实力超群，我等自然为楼主马首是瞻。正是正是，万宝盟成立是我广阳城之福啊！陈家主，请留步。顾楼主还有何指教？我知你心有不甘，陈家祖上亦曾辉煌，但固守旧念，无法让陈家重现昔日荣光。加入万宝盟，我助你陈家崛起。如何助？像对待王家一样吞并我陈家吗？并非如此。这是可助筑基修士稳固境界的固元丹，以及一部直达结丹期的五品功法烈阳诀。这只是开始。我不需要你卑躬屈膝，我只需要你的能力和忠诚。万宝盟执法长老之位，非你莫属。与我携手，广阳城只是起点，未来的舞台在王城，乃至更广阔的天地。我陈玄安愿率陈家上下加入万宝盟，效忠顾凡楼主。此生此志，绝不背叛。即日起，万宝盟正式成立，广阳城内外一切事务由盟内协商共决，盟主由我担任，林清雪总管商务，陈玄安任执法长老，负责盟规与安全。苟家主、顾家主联盟出力，需两位鼎力相助，共担理事之职，如何？联盟事务步入正轨后，我即将动身前往王城。广阳城将作为万宝盟坚实的后方基地，此地一切暂由林清雪与陈玄安共同主持大事。少爷，楼主放心，玄客定当竭尽全力与清雪妹妹守好基业。王城、顾家、圣天宗，我来了。这一次，我将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，而是执起人。入城费10枚下品灵石。这年头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王城了？看你这一身穷酸样，该不会是哪个山沟里爬出来的吧？这不是城东顾家那个被赶出去的废物少爷吗？听说5年前就被发配到边陲小镇了。顾家弃子啊，难怪这副德行。顾家可是王城4大家族之一，他怎么有脸回来？喂，顾家在东城，别走错了。哼，不过走对了也没用，顾家大门可不是你这种人能进的。不长眼吗？挡了李公子的道。跟个乞丐计较什么？走吧。今日还要去顾家参加永少爷的茶会呢。顾影，站住！顾家府邸，闲人勿进。我姓顾。哟，
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樊少爷啊！5年前您被请出去的时候，小的还没来当差，但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。家主有令，弃子与狗不得入内。樊少爷，您请回吧。那我还偏要进去看看。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滚，别脏了顾家的地。啊！这至少是结丹期以上的威压。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？啊！那不是樊少爷，他怎么回来了？快去禀报管家和各位长老！何人胆敢擅闯家族议事正地？护卫何在？大长老，5年不见，连我都认不出了吗？不凡，你怎敢私自为本家，还闯议事厅？毫无规矩！看来边陲5年不仅没让你学会安分，反倒越发狂妄了。不凡，你已被逐出本家，还有脸回来？就是，穿得跟个乞丐似的，擅闯议事厅，该当何罪？就是何罪？我回来只为一事。赵顾勇对峙。我当是谁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？原来是我那离家多年的弟弟回来了，想找为兄对峙，不知所为何事啊？回。是。少此。弟弟，5年不见，你倒是长本事了，敢闯顾家议事厅，还敢要与我对峙。说吧，你要与我对证什么？莫不是在边陲受了委屈，回来找为兄诉苦？圣天宗，还有那封监视我的信件，你敢说与你无关？五弟，当年你犯下大错，家族叫你前往边城历练，也是望你悔改。今日归来，为何不先通传？这般莽撞闯入，成何体统？舍弟年幼时疏于管教，性子野了些，让诸位长辈见笑了。顾勇，不必惺惺作态。我为何被前往边城，你心知肚明。五弟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当年是你私自盗取家族丹药，人赃并获，父亲与各位长老念你年幼，才从轻发落。为兄当时还为你求过情，你莫非都忘了？还是说在外5年你仍不知悔改，反倒怨恨起家族来了？凡，儿所言句句属实。当年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盗取丹药，那不过是下人受你指使，栽赃陷害。五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说。马管家乃是府中老人，一向忠心耿耿，岂能容你污蔑？你说我指使，可有证据？诸位长老，顾凡不仅不思悔改，还妄图攀咬义兄，污蔑忠仆，此等行径实在令人心寒。顾凡，休得胡言！马管家3年前已因病告老还乡，你如今死无对证，便想翻案不成？哼，我看他是看勇儿如今掌管部分家族事务，心生嫉妒，故意回来搅局。五弟，你若是在外过得不如意，想回家族，为兄可以替你向父亲求情，在家族产业中给你安排个差事，总好过在外漂泊。但你这般胡闹，诬陷兄长，实非正当。顾勇，你的戏演得真不错。你。拜见老祖宗。何事喧哗，惊扰老夫清修？你说勇儿指使管家陷害于你，可有实证？勇儿，你可有话说？孙儿问心无愧。
愿接受任何查证。既然你们各执一词，我有一法，可辨是非。家族内部争执，空口无凭，纠缠无益。顾凡，你声称遭人陷害，心有怨愤。顾勇，你身负嫌疑，须证清白。老夫有一法，可辨是非，亦可验你二人成色。顾家在西市有一间万界拍卖行，因经营不善，濒临倒闭。顾凡，若你能在1月之内令此拍卖行起死回生，并为家族盈利100万下品灵石，老夫便承认你的价值，亲自为你翻案，查明当年之事。若确系冤屈，严惩相关之人，包括顾勇。老祖宗，西市那间拍卖行位置偏僻，门可罗雀，早已是死局。莫说盈利100万，1个月内能不倒贴，已是万幸。这，老祖宗，五弟离家多年，对王城商事一窍不通，此考验是否过于严苛，让松儿从旁协助。无需多言，顾凡，可敢接下？我接。好，即日起，那间拍卖行由你全权负责，家族资源按最末等支系标准配给，1月为期，盈亏自负。散了吧。放到我的房间。樊少爷，您可算来了。哎，这铺子早就名存实亡了，货源断了，老客户全跑了，这个月连租金都快交不上了。具体说说。咱们拍卖行原本主要靠几家固定的药材和矿石供应商，还有几个中等家族的固定委托。但自从听说这铺子被家族放弃后，供应商陆续断供，老客户也被其他拍卖行挖走。老朽打听过，似乎是永少爷那边打过招呼。樊少爷，不止呢！我前天去东市想发点宣传单，刚开口提万界，就被金玉阁和百宝楼的人轰了出来，说咱们这破地方早该关门了。顾勇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彻底切断拍卖行的所有生机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、几乎不可能翻身的烂摊子。虽说现在这种功法我已经看不上了，但如果流出外界，那绝对是众人哄抢的至宝。地阶功法残卷惊涛诀前3层，将于10日后万界拍卖行专场拍卖，切断渠道，挖走客户，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这些都不堪一击。你想看我笑话，我便让你看看什么叫绝地翻盘。孙伯，你负责将请柬送至王城所有排得上号的家族、商会以及有名的散修高手住处，不必进门，交给门房即可。阿福，你拿着这份拍卖清单，去王城人流量最大的几个茶楼酒肆，找说书先生，把消息散出去，灵石管够。少爷，地阶功法，这怎么可能？咱们哪有这东西？万一到时候拿不出来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我既敢写，自然拿得出，去办吧。
报消息，西市万界拍卖行10日后将拍卖地阶功法惊涛诀残卷，更有百年玉髓等奇物相伴。家主，收到万界拍卖行请柬，声称有地阶功法拍卖。永少爷，那妻子不知从哪搞来一批奢华请柬，散播要拍卖地阶功法的消息，现在全城都在议论。地阶功法，凭他笑话，定是他虚张声势，垂死挣扎。去通知金玉阁的赵长、百宝楼的李长，还有我们暗中控制的那几家，拍卖会当天多带点人，多准备点零食。我要让他这场闹剧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，让他知道王城的水不是他一个编程回来的废物能搅动。欢迎诸位贵客光临万界拍卖行今日拍卖会。首先拍卖的是百年玉髓一块，起拍价。孙老头，谁来看你这破烂玉髓？大家今天来都是为了那地阶功法，可别告诉我们你们万界是在拿大家开涮。地阶功法何等珍贵，岂是你们这快要关门的破落行当能拿得出来的？该不会是想弄个零假的，坑骗大家零食吧？对啊，功法呢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万界要是敢戏弄全城，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功法在此。地阶下品功法惊涛诀，前3层修炼法门，货真价实。现在拍卖开始。地阶残卷惊涛诀前3层修炼法则，起拍价5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。少爷，金玉阁赵掌柜、百宝楼李掌柜都在场，他们明显是压着其他竞拍者，让他们不敢出价。若价格达不到我们保留价，导致流拍，咱们天宝行的声誉……让他们压。280万吧，这就是个残卷，怕是没人敢接着烫手山芋吧？这法宝保留价最低起码400万，这怕是要流拍了。350万，差不多了。300万灵石，第一次。300万灵石，第二次。我们保留价是400万，若无人继续出价，此物将流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顾少主玩砸了吧？地阶残卷虽好，但400万买半部功法，傻子才接。既然如此，这位道友，此卷赠我。啥？赠我？赠我？我看道友是真需要此物，与其让他在小人手中沦为抬价工具，不如赠与识货之人。啊！取来。是。送给这位道友。地阶功法混沌诀传承开启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真正的地阶功法。
3日后，万界拍卖行将拍卖完整地阶功法惊涛诀。什么？不可能！那残卷明明被我弄流拍，顾凡那小子当场送人了。地阶完整功法，王城已经100年没有出现了，这天宝行要翻身了。少主，从公告贴出到现在，已有17家势力派人来询问真假，其中3家愿意预付100万灵石保证金。告诉他们，拍卖公平进行，价高者得。少主，门恩来了皇城禁卫，是奉太子之命，请少主过府一叙。顾少主，太子殿下对地阶功法甚感兴趣，请回复太子，拍卖行有拍卖行的规矩，若殿下有意，3日后可来竞价。少主可知，二皇子那边也派人来了。阁下放心，顾某定不会私下与某方交易。这优化后的功法竟能引动星辰之力淬体，系统所谓的1000倍返还，究竟是何等存在？国师，那天宝行的地阶功法真能缓解朕的隐疾？陛下，地阶功法确有固本培元之效，只是那顾凡来历不明，手中竟有完整地阶功法，恐怕什么？明日宣顾凡入宫觐见。这皇宫大阵至少是地阶上品，但阵基有损，难怪龙气不稳。顾凡，你可知朕为何召你？草民猜测与地阶功法有关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朕需要功法续命，你可愿献上？朕可赐你侯爵之位。陛下，功法3日后拍卖，若陛下需要，太子和二皇子也想要，对吗？他们不是想要功法，是想要朕早点死。陛下，草民只是商人，不敢妄议朝政。退下。是。顾少主，陛下龙体欠安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还望海涵。国师言重。同源气息虽然极淡，但绝不会错。这国师与圣天宗有关。圣天宗安排我住进顾家，却又暗中传播我是废体的谣言。如今在王城遇见与信母同源之人，还是国师。这暗器比我想象的大。尸神圣体竟真的觉醒了，而且还得到了地阶功法。计划有变，但更有趣了。国师，是否按原计划，在拍卖会前？不，让他活到拍卖会。地阶功法现世，正好替我们吸引目光。等皇帝老儿和2个皇子争得头破血流，我们
在收网。谁？箭上有毒！小子，尸神圣体是这么用的，毒已入体，按我说的运转功法。明日午时，城西10里坡酒肆，过时不候。有人吗？来了，坐。桌上的酒喝了。这酒噬心印的封印竟然松动了，能暂时压制你体内圣天宗种下的噬心印。前辈是手握地阶功法，小子，你身上麻烦不少啊。前辈是？我叫苏嫣，至于身份，圣天宗上任圣女，也可以叫我叛逃者或者你体质觉醒的间接促成者。什么？20年前，我叛出圣天宗时，偷走了噬圣圣体的完整传承和觉醒秘法。圣天宗这些年到处寻找适配者，就是为了重现这种体质，然后将其炼成人丹，助他们宗主突破天界。所以我是棋子，也是炉鼎。原本是，但你遇到了我，顾凡，你可愿做我记名弟子？我教你真正掌控噬生圣体，而不是被他反噬。前辈为何帮我？1. 我看圣天宗不顺眼；2. 你的体质若培养得当，未来可替我办一件事；3. 我欠你母亲一个人情。我母亲，她不是……她没死，只是被困在某处。现在告诉你无益，先解决眼前麻烦。3日后拍卖会，国师必会动手。原来如此，噬神圣体并非只能吞噬，更能炼化万物反哺己身。圣天宗给我的功法是残缺的，故意让力量暴走，方便日后控制。国师要动手，太子二皇子要争，圣天宗在暗中。这拍卖会得好好布置。3日后，拍卖会进行到地阶功法时，听我号令。顾凡要卖，我们就帮他卖个彻底。拍卖行仓库遭窃，3件压轴拍品不见了。丢失的是一支以玄阶上品令箭，1瓶地品丹药，1卷古阵图。少主，这手法绝非寻常盗贼，禁制是从内部破解的，像是早知道布局。有空间转移的残留波动，内鬼。仓库禁制只有我们9人知晓完整布局。孙博跟随我父亲20年可排除，剩下7位，谁主动交代可得全尸。弑神！国师不会放过你。哼，真是国师。说，其他拍品在哪儿？快，天亮前必须送到国师府。东西留下，人和活。弑神圣体，不过如此。定。
看好了，我只教一次。弑神圣体的真正用法，吞天。吞噬生灵是下乘，弑神圣体大成，可吞天地法则。这三人体内有国师种下的追踪印记，我已反噬过去。3日内，他修为会跌一个小境界。弟子顾凡，拜见师尊。器名弟子而已。不过祭拜了师，这便算见面礼。里面有弑神圣体前3重的完整功法和一门地阶敛息术，拍卖会前练成，可保你瞒过国师探查。谢师尊。师尊之前说，圣天宗在王城的势力远超想象。国师只是明面妻子，暗处至少还有3位长老级人物潜伏，修为都在金丹期。你拍卖地阶功法，等于在鱼塘里扔炸弹，3日后各方势力都会浮出水面。罢了。正好，一网打尽。停下！你再这样胡乱吞噬灵石，只会撑爆静脉，沦为废人。师尊，我感觉控制不住。弑神圣体乃夺天地造化之禁忌体质，岂是囫囵吞枣？关键在于炼化，看好了。少爷，您也会炼石掌？原来如此，吞噬能量，反哺己身，还能模拟功法特性，这弑神圣体太逆天了！7日连夺3剑。父亲，你的仇，我又进了一步。大公子，那顾凡近日闭门不出，但即别院周围灵力波动异常剧烈，时有异象。我们安插的眼线回报，他似乎修为暴涨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一个被夺了血脉的垃圾，怎么可能？大公子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国师大人对此也很感兴趣。3日后，顾凡的万界拍卖行首拍，正是试探虚实的好时机。不错，传令下去，将府库中那几件压箱底的宝物准备好。我要在拍卖会上让他彻底颜面扫地。下一件由顾永公子提供的300年份血玉灵芝，起拍价5000灵石，6000灵石，7000，我出8000。垃圾拍卖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今日我便让你拍不下去。可以了，按计划进行。感谢顾永公子暖场，接下来是我万界拍卖行独家提供的3件珍品。第一件清虚解毒丹，可解天下奇毒幽冥伏骨散，起拍价1万灵石。王子就这么幽冥伏骨散的毒吗？我们出3万灵石。3万灵石一次，3万2次，成交。
不过是一个解毒丹，投其所好，我就不信你还有什么好东西。第二件破障丹，助5路境巅峰突破第5境，成功率增加50%，起拍价15010。王城各大家族可有卡在瓶颈的英才50010。太好了，这绝品丹药是我的了。第三件地阶防御功法磐石罡气残卷，起拍价30010。竟然又是一个地阶功法，我要这件法宝，我皇室势在必得。诸位，稍安勿躁。哼，这些不过是开胃小菜。压轴之物，完整的地阶低级功法风云洞，价高者得。现在开始。此等功夫关乎国运，岂容流落民间？不凡，你当主动献给皇室，以表忠心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不识抬举的小辈，本座念你年幼，给你一次机会，献上功法，跪下认错，或可饶你不死。拍卖行的规矩，价高者得。国师想强取豪夺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？牙尖嘴利，本座今日就带你长辈教训你这不知尊卑的东西。我的弟子，轮得到你来教训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插手皇室之事？我是何人，你无需知晓。倒是国师，或者说噬魂老魔的传人，你暗中修炼噬魂魔功，吸取皇帝龙气续命，导致陛下近年来体弱多病，修为停滞，你真当无人知晓？混口小儿，你有何证据？你腰间那枚凝魂玉佩，须与7749名阴年阴月童男童女之魂炼制，其核心一缕龙气正是来自陛下，这便是证据。妖女胡言！布阵，给我杀了他们！九幽炼血大阵已启动，今日在场所有人都要成为本座神功的养料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此阵以皇宫地脉和国师邪功为基，强行破阵会波及全城。我去斩杀国师，你尝试用弑神圣体吞噬阵法能量，扰乱其运转。明白。怎么回事？顾凡，他在吞噬阵法。给我破！他竟然真的破了我的法阵！就是现在！
圣天宗当初为何非要杀我父母？圣天宗的谋划，岂是你能想象？你父母只是开始，顾家里面有比顾勇更高层的人在和他们合作，你逃不掉的。顾爱卿、苏仙子，你二人揭露国师阴谋，破除邪阵，救驾有功，更挽救了王城万千百姓，朕感激不尽。封顾凡为镇邪侯，赐原国师府邸为侯府，其万界拍卖行列为皇商，享特权，免赋税3年，赏灵石100万，珍宝若干。顾家小儿顾勇勾结邪师，谋害皇室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清查。奉陛下旨意，捉拿逆党顾勇，清查顾家，开门。竟然是顾家的老祖宗。顾凡，顾勇罪有应得，顾家自会依家规严惩，并上报朝廷。但顾家传承1000年，自有尊严。陛下旨意是捉拿顾勇，而非查抄顾家。你带兵为辅，意欲何为？乃先祖所留乾坤阵令，大阵一开，玉石俱焚。顾凡，你虽为侯爷，但体内流的仍是顾家之血。莫非真要赶尽杀绝，让亲者痛，仇者快？那与顾家合作的圣天宗，可正在暗处看着呢。此阵确有古怪，强攻代价太大。老祖宗，你要保他？好，我可以不进府拿人，但顾勇必须死，否则我顾凡今日便踏平顾家。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阵法硬，还是我这弑神圣体更能吞。今日召集全族，了结一段100年孽债。你说的圣天宗勾结，我们另有苦衷。老祖，我是为了顾家。有何苦衷要杀我父母，对我赶尽杀绝？200年前，我顾家先祖是圣天宗下界矿奴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圣天宗掌控飞升通道，先祖被迫签下血契，世代进贡70%族产。顾勇一席是圣天宗选中的监管者，实为保全血脉的无奈之举。老祖明鉴，我们每代送一子为质，不合作，全族将被屠灭。但这不是出卖族人、戕害天才的理由。今日起，废顾勇一系所有特权，全禁思过崖100年。顾凡，你以废脉之身崛起，得弑神圣体，是顾家1000年气运所终。从今日起，你为顾家少主，掌家族权柄，率我族挣脱100年枷锁。顾凡，领命。凡哥哥，你在找什么？老祖说密档有圣天宗完整记载，我必须了解敌人。这是上古天机宗标记，他们曾练窥探万界至宝，后被圣天宗所灭。这图被刻意撕开过，还有另一半。这图指向的地方，或许真有对抗圣天宗之物。凡哥哥，你要去？必须去，圣天宗不会放过顾家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。而且，我总觉得这张图在呼唤我。少主，此地凶险异常，古籍记载曾有元婴修士陨落于此。无事，残图指引的入口就在这里，大家小心。凡哥哥，你的圣体连瘴毒都能吞噬。但是我感觉到这里的灵气很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镇压着。就是这里，入口在崖壁之上。这些图案好像在描绘不同的世界。有人先到了。下界傀儡也敢阻我圣天宗办事？圣天宗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来这张残图，圣天宗有另一半。
藏头露尾的蝼蚁，滚出来！圣天宗的走狗鼻子倒是灵，弑神圣体，下界竟真有这种体质。正好，请你回去，宗主必有重赏。少主小心，他们的灵力有古怪。这就是圣界灵力，弑神圣体第一次有了保障感，我甚至觉得已经快要难以快速吞噬这种高质量灵力。下界剑民见识到了吗？这是经过上界法则淬炼的星辰灵力，岂是你们这污浊下界的灵力可比？凡哥哥，既然能消化，那就吞个够！找死！竟敢硬接3星斩戒阵！怎么可能？他的体质在吞噬星辰灵力。原来如此，上界灵力也不过是更精纯的能量罢了。走，报上宗，下界出现弑神圣体变异者。1000年了，终于等到合格的传承者。走吧，真正的传承应该就在前面。能走到这里，说明你已初步融合上下2界灵力，具备了执掌诸天境残片的资格。晚辈顾凡，敢问前辈是？我乃天机宗最后一任宗主，天机子的一缕残魂，守护此境1000年。1000年前，我天机宗炼制出个窥探万界，甚至进行跨界传送的至宝诸天镜，却因此遭圣天宗灭门。圣天宗果然又是他们。圣天宗掌控着上百下界的飞升通道，掠夺各界资源，凡有威胁者皆被抹杀。我天机宗不过是其中之一。当年宗门被迫前，我将诸天镜一分为2，一半留在此界，另一半被圣天宗夺走。你手中的残图，便是我留给有缘人的线索。前辈需要我做什么？继承此境残片，以弑神圣体温养修复，终有一日重组诸天境，打通被圣天宗垄断的飞升之路，为万界生灵争一个自由。这些事，今日份额还差3成，完不成又要挨鞭子了。快点，这批灵晶要送往圣天矿场，耽误了时辰，你们全族陪葬。这是另一个被圣天宗奴役的下界。听说最近飞升名额又削减了，都被圣天宗内门弟子亲属占了。小声点，不想活了。圣天宗监控无处不在，所以这无数个光点皆是圣天宗在不同下界的统治景象。凡哥哥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了圣天宗的庞大，还有万界生灵的苦难。诸天境残片虽只能进行模糊感知和小规模物资传送，但已足够你布局。记住，圣天宗最怕的就是下界联合。我的使命完成了。最后提醒你，圣天宗已察觉到残片波动，不久便会派人下界追查。速速成长吧，孩子。前辈他……前辈走好，顾凡必不负所托。凌云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有了此境，我可以做很多事，比如和这些被奴役的世界做点生意。我们来晚了。感谢上使恩赐，这些丹药足以救活我族数十伤员。这是本月开采的所有赤叶灵晶，请上使收下。上使，这是本界特有的清魂草，对修复神识创伤有奇效。我们想换一些筑基丹和防御阵法。福伯，将库房里的20瓶筑基丹和那套小5行阵阵盘传送过去。是，少主。上使，此乃玄重铁，一小块便有万斤之重，是炼制重型法宝的极品材料。断肢重生丹是4品丹药，我手中暂无，但可先预付定金，10日内交付。多谢上使。老朽愿再奉上3块玄重铁做定金。下一件来自赤土界的特产地心火莲子，此子可培育出3品灵植地心火莲，莲子能淬炼火系灵根，起拍价3000灵石。4000、5000。凡哥哥，赤焰灵晶在我们这里只是3品炼器材料，但换来的地心火莲子却能让这些火系宗门抢破头。我们以本界过剩的丹药功法换取他界特产，再拍卖给本界需求者。恭喜祭天火门以8000灵石拍得地心火莲子，接下来自青木界的100年清魂草石珠，对神识创伤有奇效。
灵气枯竭，修真文明倒退，但保留了大量上古战场的遗迹残骸，怕是已经没有人了。谁在呼唤？此界已无灵气，无资源可交易。老人家，我需要一些上古残骸，特别是带有符文印记的金属、石碑碎片等。我可以提供粮食、净水、治病的丹药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们这儿已经3年大旱，食物很久没见过了。上古残骸有很多，城外就是古战场，随便挖，只要您给粮食。先这些，把残骸样本传送过来，若有用，后续交易翻10倍。这是上古传送阵的灵剑，虽然破损，但符文体系完整。若能修复，这个被所有人视为废物的世界，可能藏着最大的宝藏。圣天宗的追查小队到了。就是这里，另一块诸天境残片的持有者，区区下界蝼蚁也敢染指圣物。圣天宗的走狗来得倒快，适逢圣体，果然是你。交出诸天境残片，自废修为，可留全尸。哼，上界的人都这么喜欢说废话，找死！灵玉，启动阵法。小五行逆转大阵，起！阵法，下界怎会有能反弹星辰灵力的阵法？哼，多亏了废灵界的上古阵纹碎片，加上黑水界的玄重铁作为阵基，专克你们这种高傲的上界灵力。赤土界的祭灵瘴气，你竟能跨界调用毒瘴！他在用诸天境残片进行战术调度，速破阵！方哥哥，阵法撑不了多久。本就没指望靠阵法杀他，只需要拖延时间。急需地心岩爆矿髓3块，报酬筑基丹100瓶，护族大阵1套。挖，把禁区的矿髓挖出来！为了族人，拼了！顾凡，清魂草王10株，报酬结丹心得作卷1枚，4品丹方3张。财贵的大道无处不去了。顾凡玄重铁晶1块，报酬断肢重生丹加倍，外加黑水真经全本。祖宗，对不住了，为了族群传承，玄重铁晶必须用。雕虫小技，受死！3位盟友，谢了。今日便让上界看看万界联合的力量。他疯了！3种异界本源物质强行融合，会爆体儿！不是升华。这一拳叫万界共鸣。圣天剑盾！师兄，你竟真能统合万界之力，圣天宗不会放过你。逃！必须将情报带回上宗。走得了吗？诸天境的空间锁定，你才得到残片多久？杀！凡哥哥，你太乱来了。赢了，不是吗？而且
朱天镜的另一半终于齐了。下界有人重组了真品朱天镜，大劫将至，必须立刻上报宗主。就是现在，以血为引，以神为器。成功了，这才是完整的朱天镜。不仅能清晰联系，还能短暂开启微型通道。虽然不足以让人通过，但传递信息、小件物品，甚至隔空投送一丝力量，已然足够。顾凡，你拥有了窥探乃至影响万界的钥匙。圣天宗掌控下界，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如今我的战场不再是这一隅之地。朱天镜合二为一，意味着你踏上了真正的逆天之路。你的式神圣体若想大成乃至超越古今，需要吞噬炼化世间最本源的力量。本源之力，最好的猎场便是这诸天万界。每个成熟的位面，无论大小，其核心都蕴含着独特的本源：火之本源、金之本源、生命本源，甚至时光碎片。吞噬它们，你的圣体将发生不可思议的进化。掠夺位面本源，此举与毁灭世界合意，而且动静太大。并不是要全部掠夺，我可教你秘法，只抽取易散或无关核心稳定的一丝本源，对位面影响微乎其微，却对你不益巨大。但是式神圣体一旦开始大规模肉运，便会无法掩饰，到时候必定会引来上界真正至尊的注视。你要试吗？弑神诀夺天机。这是何等天劫！古籍记载的飞升9重雷劫，与之相体，如同儿戏。式神圣体，逆天而行。顾凡，你的力量已突破此界极限，天道不容，降劫抹杀。来得好！正愁本源之力还需锤炼，便以你这天劫雷霆为我淬体。下界怎会出现如此纯粹的吞噬道运，竟能引动宗门的诸界监察罗盘示警？此等艺术绝非下界蝼蚁所能为，必须在他完全成长，特别是飞升上界之前彻底抹杀。下界屏障坚固，我等等级过高，强行降临代价巨大。无妨，启用封天剑可暂时压制我等部分修为，
再由你带队下界。记住，不惜代价，务必在其渡劫后虚弱期或飞升之前，将其神魂俱灭。恭喜，圣体小成，已具飞升之机，但需稳固境界。此刻是你相对虚弱之时。窃取万界本源，修炼禁忌圣体的下界蝼蚁，当诛。是神拳！上界走狗，欺人太甚！顾凡，他们用了密闭压制修为才能下界，但境界感悟和法宝远超下界。我来挡住他们，你快走！一介妇人也敢螳臂当车？镇压！苏烟，能死在上界赐下的诸圣剑下，是你的荣幸。不凡小友，撑住！熔岩之心火侦测到高阶能量攻击，启动超负荷能量传输协议。生命之力与你同在。雷霆，助你破敌！哼，不过是一些下界蝼蚁，即便数量再多，那又怎样？怎么可能？万界之力加身，这镜子难道是传说中的？不好，快放箭！来得好，万界本源，尸神归一，破！不可能！诸圣剑乃上界宝材所铸，专克圣体。封天剑，呼！顾凡，我助你锁定他们神魂，烟罗锁魂丝。弑神吞天！苏烟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休养即可。这一次要多谢谢其他位面那些朋友了。今日元首之恩，顾凡铭记于心。他日若有需要，顾凡定义不容辞。那老狗临死前将此地景象和你的信息以秘法传回了上界圣天宗总部。萧天圣，他恐怕已被彻底惊动了。萧天圣，传闻他1000年前便已踏入上界至尊之境，麾下掌控无数下界位面，生杀抵夺。他若亲临，我等……所以坐以待毙。圣天宗视万界为草芥，掠夺资源，断人道途。今日他来杀我，明日便可灭你满门。诸位以为跪地求饶便可幸免？我们有此物，可通万界。圣天宗之敌，绝非仅我一人，也绝非仅此一界。他们能压迫众生，无非是仗着信息隔绝，各个击破。但如今，我们已然可以联合。诸位，圣天宗暴虐，寰宇共知。今日借诸天之境，我等缔结盟约，资源共享，情报互通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服役，共享圣天宗各式分部兵力部署图。服役。好，
我们反圣天联盟正式成立。7日后，4时3刻，葬圣古渊。萧天圣将动用圣天降界台，真身降临。葬圣古渊，传说中上古神魔决战之地。推算上界打算已经消耗你太多法力，我们只有7天时间，真的来得及？7日，足够为他准备一份万界大礼了。传令联盟，最终计划行动。蝼蚁终究是蝼蚁，你以为凭借区区下界联盟就能撼动圣天宗的万年基业？不过是稀释万界鲜血堆积而成的粉种。今日，我便替那些被你们吞噬的位面讨个公道。顾凡小心，他已达半步永恒境，体内炼化了7个中位面的本源。无知小儿，让你见识何为真正的力量。九阳归一，炼化万界。力量已经超越了位面承受极限。来得好！警告，宿主身体即将崩溃。还不够，把这些力量全部导入拍卖行仓库。警告，空间结构储物不稳定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顾凡肯定会被撑爆的。联盟众秀请立，将你们3成本源之力借我，助顾凡一臂之力。现在该还给你了，弑神，万界归还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能力不能小觑。啊！下界竟能打出威胁上界的攻击，那小子是什么怪物？圣天宗这次踢到铁板了，不是踢到弑神凶兽。好，很好。本座执掌圣天宗8000载，你是第一个让本座流血的下界蝼蚁。既然你们想造反，那这整个下界外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这是圣天宗掠夺下界本源炼制而成的禁忌之物，一旦完全激活，我们下界所有生灵法则、物质都将被抹除。我们逃不掉了。能成为本座踏入永恒境的养料，是你们这些下界贱民的荣耀。顾凡，你走吧，以你的弑天圣体，应该能撕裂位面壁障逃生。走，我的拍卖行总部还在这里，我的合作伙伴都在这里。况且，这么大的拍卖品，我怎么能错过？唯死挣扎，位面炼化已启动，除非你有超越此界极限的力量系统，否则启动拍卖万倍返还终极权限。以我顾凡之名，将此炼化元星列为待拍卖品，动用所有储备能量进行强制。收到指令，启动最终协议，将消耗所有库存能量，开启跨位面镇压程序。启动所有储备能源，进行强制压扣。这是什么法则？竟能干扰我的炼化？欢迎来到我的主场！啊！炼化停止了！你以为这样拦得住炼化？恭迎圣天老祖法旨降临！那是什么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奇迹，没想到这种禁忌体制竟在下界重现。给你2个选择：
一，自愿被炼化为老祖一具分身；二，老祖我亲自出手，将你连同这个位面从世界上抹除。三，三就是把你这套法旨也挂上拍卖台。有趣的小把戏，可惜在绝对的时间法则面前毫无意义。圣天宗传承36代，你是第一个敢对老祖法旨出手的下界生灵，就凭这份胆量，赐你形神俱灭时不留痛苦。系统强行启动，时间法则压制，无法响应。不就是时间法则，我也跪。父亲，不能再继续了。为了炼制一枚永恒丹，已经炼化了73个下位面，1半生灵了。嫣儿，你要明白，弱肉强食是宇宙铁律，那些下界蝼蚁能为我圣天宗崛起献出一切，是他们的荣幸。这不是正道，这是魔道。老祖他……小丫头，你可知何为永恒？要超脱轮回，就必须斩断一切因果。那些下界生灵的因果太重，唯有炼化方能纯粹。这是燃魂禁术？不对，你体内有圣天血脉，你是苏星河的女儿。老祖，千年不见，您还是如此，视众生如草叶。1000年前，我盗走宗门至宝时光沙楼，叛逃下界，只为以阻止圣天宗继续用它的时候了。苏烟，不要！原来导致圣天宗永恒计划延迟300年的人是你，难怪那时推演天机总是迷雾重重，是你用自身血脉遮蔽了因果。老祖我要的不是长生，而是真正的永恒超脱。为此炼化万界又如何？时光之刃，老祖，您这道法旨蕴含您3成本源吧？若是在此破碎，您本体也会受创。你以为燃烧神魂就能与老祖我抗衡？不，我从未想过能战胜您，但是有人能。不凡，记住，时光沙漏的核心在我心脏处，待我死后取走它，那是唯一能对抗圣天宗时间法则的宝物。我不许！遇见你，是我千年来最温暖的时光。以我神魂为引，以圣天血脉为契，时光尽数，万古皆空。逆徒安敢！好一个苏烟！待老祖真神降临，必将你残魂投入九幽炼狱，永世折磨。顾凡，对不起，不能继续陪你了。苏烟，好好活下去，改变这个世界。哈哈哈哈哈！苏烟已死，顾凡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系统，如果我吞噬自己的生命本源，警告：宿主生命本源与噬成圣体绑定，一旦吞噬，能回到我什么？理论上有1/1000可能。1/1000，够了。自毁根基也好，省得本座动手。警告：噬成上体正在突破理论极限。那是什么？老夫活了8000载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气息。小家伙，弑神圣体从来不是什么吞噬体质，那是创造者文明最大的谎言。你是谁？我是弑神圣体的初代觉醒者，吞噬只是表象，创造需要种子，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守护的执念之种。你肯为了他吞噬自己，这份执念够资格了。吞噬不是为了掠夺，而是为了重构。召回，不可能！星神聚散乃天道法则，连永恒境都无法逆转。你不够，我的生命本源已经燃烧大半，创造之力支撑不到完全重固。既然不够，那就再加！住手！那是宗门至宝，老祖不会放过你。那就让他来吧。时间法则与怨念竟然转化为最纯净的创造本源。苏烟，我在此立誓，纵使踏遍万界，寻界出天，我也必为你重塑身躯。若为此事，神魂俱灭，永堕无间。这誓言竟然得到了天道的认可。老祖早在他血脉中种下诅咒，只要他神魂不灭，诅咒就永远不会消失。
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试试，比如用你们圣天宗的力量炼一枚能破解你们老祖诅咒的混沌道丹。炼丹？用我们上界位面炼丹？你疯了！那需要超越此界极限的丹道造诣。巧了，创造本源最擅长的就是超越极限。既然吞噬之体可以重构万物，那拍卖行自然可以。接口，我要炼丹，材料有3：一为时光沙漏所化时间本源，2为血色晶石所化300位面怨女，3为上界位面圣天宗。住手！那是宗门8000年积累。今日便用这些不义之财为那些亡魂讨个公道。系统，分离我1/3的神魂本源，投入丹炉。警告：宿主神魂已受重创，再分离1/3，有永久性道伤风险。他疯了！神魂分离之痛堪比凌迟，而且道伤几乎不可逆。执行。检测到为永恒道律，但单胚结构极稳定。按照当前进度，需要至少3个时辰才能稳固。苏烟最多只能等上10个时辰，我等不起。苏烟，信我吗？我们一起炼丹。就燃烧寿命，每燃烧1年寿命，换来一些超越极限的创造之力。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他在同时挑战丹道极限和创造法则极限，天道都不会容许这种存在。逆天而行，不丹创2道禁忌，当诛。尊灭世神雷，纯为了天道最终刑法，我们都要完了。原来如此，天道不允许，是因为我在模仿创造，而不是成为创造。我不该想着如何炼制道丹，不该想着如何重塑身躯。我应该想的是素颜需要什么。你需要的不是破解诅咒，不是重塑身躯，你需要的是自由。我该从创造本源。你说我逆天而行，但你是否想过？那裂纹不是缺陷，而是大道的纹路。天若不允我救他，那我便创造一个新的天。混沌道丹，你究竟？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承认我的道，从此此界天道以我为尊；二，我以此丹重开此界天地。天道屈服了。检测到宿主执掌天道，威震万界。恭贺顾天君执掌天道。检测到宿主获得下界位面天道代理权，当前权限此界至高。比如有老东西用永恒镜威压镇压你，常规做法是调动此界天道之力对抗。如果是我的第一反应确实会这么做。但创造真意的做法是在你体内创造一个不受他威压影响的自我宇宙。宗主，天道都向他臣服了，我们臣服？天道算什么东西？世界所信奉的从来不是天道，是老祖，是永恒。习武之血，以武之魂，恭请老祖真身降临。警报！检测到永恒境巅峰气息，威胁等级灭世级，宿主是否需要避开？好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再等我一会儿，等我处理完这些聒噪的苍蝇。他竟然瞬间突破至渡劫境！不，雷
一击未至，便直接发出大成境，大成巅峰不止，现在已经是半步永恒境初期，他竟然还在升。宿主的能力已经超越永恒境范畴，正在重新定义。小贝，很不错，能逼得天道臣服，万古以来是第一个交出青烟那丫头的存魂，再自愿让老祖我种下毒瘾。我可饶你不死，甚至收你为亲传弟子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闭关太久，脑子坏掉了？圣天老祖，多少万年，没人敢这么跟你说话。孩子，创造真意的最终阶段，不是创造外物，而是创造自我。自我，世人修行皆在模仿天地万物法则，但创造者文明不到最后发现，为什么要模仿？你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法则，自己的天地。你体内竟有独立宇宙雏形，不可能，那是创世境才有的特征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就像现在，我觉得你该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了。启动万界拍卖行最终协议，将修为案来源返还对应位面后人。遵命。正在扫描修为航河中的位面印记，已锁定237个存活位面，开启跨位面传送。萧天胜的境界在暴跌，渡劫、大成、化神、元婴，炼气3层。不，我的8000年修为！小贝，你彻底激怒我了！圣天宗镇宗至宝，万界震天息，顾凡，你死定了！慈禧炼化了9000个小位面的核心本源，一洗镇下，可让万界归虚，你能扛得住吗？扛？我为什么要扛？系统启动审判之庭。收到。圣天宗立宗9万7000代，共炼化下位面3451座，中位面27座，屠戮生灵诏1级。今日我顾凡以天道代创造真意执掌者之名，对此宗门进行最终审判。审判老祖我，你也配？第一条罪，掠夺诸天，罪证确凿。判决：剥夺圣天宗所有非法所得，宗门宝库尽数充公，纳入万界拍卖行，用于修复被毁位面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本命至宝！第二条罪，屠戮生灵，罪孽滔天。判决：圣天宗所有参与过位面炼化的门人，修为尽废，打入轮回，永世不得修炼。小贝，你找死！第三条，也是最后一条罪，以创造之名剥夺永恒境永恒特性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永恒特性是大道赐予，你怎么可能？因为在我的审判庭里，我说的话就是大道。等我处理完最后一点事，我们就回家。即日起，圣天宗解散，
此届以万界拍卖行为核心，建立万界秩序。秩序第1条，任何位面不得以任何理由掠夺、炼化其他位面。秩序第2条，万界拍卖行将作为中立平台，公平交易诸天资源，所得收益30%用于修复已被毁坏的位面。饶命！饶命！顾天君饶命！我愿意做你。算不杀你。我会封印你所有记忆，将你送回你出生的那个凡人村庄。你要用这炼气3层的修为，守护那个村庄300年，偿还你此生罪孽的1/1000。小辈，你今日不杀我，他日老祖必卷土重。我当然不会杀你，你还有用。你的永恒性感悟、9万载记忆，对诸天的了解，都是宝贵的商品。我会把你的神魂挂在拍卖行最顶，让万界强者竞价求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！老子我宁可形神俱灭。由不得。我竟然没有死！有我在，你当然不会死。我睡了多久？不久，刚好够我为你打下整个诸天。